在咱广州这座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大城市，那婚恋市场的竞争简直就跟职场厮杀一样激烈，每天都在上演着各种各样的故事。而对于那些年纪稍大些的单身女性来说，这压力就像一座沉甸甸的大山，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。咱都清楚，现在的大龄女性那可个个都不简单。就拿事业来说，多年在职场上的摸爬滚打，不少人都已经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，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。家庭方面，虽说还是单身，但对父母长辈那也是孝顺有加，把自己的小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再看个人条件，有房有车的不在少数，经济独立，思想成熟，那真可谓是要啥有啥。可即便如此，想要在茫茫人海中寻得一个合适的伴侣，咋就这么难呢？昨天我这婚恋平台的电话突然响了，接起来一听，是一位36岁单身女士的求助。她叫小杨，小杨啊，可是个典型的高学历、高收入白领女性，在一家大公司里担任着重要职位，工作那叫一个稳定。平常生活里，她独自处理各种琐事，练就了一身独立的本领，走哪儿都散发着自信的光芒。外人瞧着，她真就是那种拥有了一切的成功女性。可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那份孤独感就会涌上心头，身边没个知冷知热的伴儿，这日子过得总觉得缺了点啥。小杨跟我一聊，那要求可真是不含糊。他不但要求男方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而且一开口就提到了150万的彩礼。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，毕竟在咱们广州，虽说经济发达，大家收入都还不错，可150万的彩礼那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啊。不过我干这婚恋红娘的活儿也有些年头了，深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坚持，背后说不定还有啥故事呢，所以我也没急着反驳他，就想着先听听他到底咋想的。小杨跟我倒起了苦水，说自己这些年拼命工作，好不容易有了房有车，事业也算有了点小成就，可感情这一块就跟被施了咒似的，咋都不顺。他还提到家里老人特别看重彩礼，在老一辈人的观念里，彩礼那就是男方家对女方重视程度的直接体现，要是彩礼给的不痛不痒的，那就是没把女方当回事儿。小杨自己呢，也慢慢被这种观念影响，觉得要是男方连这点诚意金都不愿意出，往后过日子还能指望他有多上心。我听他这么一说，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，就想着一定要帮他找到合适的人。于是我这边紧锣密鼓地开始帮他安排相亲，前前后后见了好几个男士。先说其中一位男士，姓王，是个在广州做 IT 行业的精英，才32岁，那模样长得挺帅，身材也是标准的川衣显瘦，脱衣有肉型，性格还特别随和，身边朋友一箩筐，大家都对他赞不绝口，说他是个有责任心的靠谱男人。我当时就寻思，这王先生和小杨说不定挺般配呢，赶紧通过相亲平台给他们安排了见面。见面那天，两人一开始聊得还真挺不错，王先生往那一坐，沉稳大气，说话条理清晰，工作上的事儿，生活里的见闻，都能聊得头头是道，小杨也听得津津有味，时不时还插上几句，气氛那叫一个融洽。我在旁边瞧着，心里还暗自高兴，觉得这次有戏。可谁知道，等我瞅着时机，把小杨的要求150万彩礼小心翼翼地跟王先生一提，好家伙，他那脸色瞬间就变了，150万。王先生眉头紧紧皱成了个川字，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没了，低声嘟囔道，他也不看看自己啥条件，颜值身材都没有，怎么可能要这么多彩礼？我当时在旁边心里猛地一惊，真没想到这位看着温文尔雅的王先生说话能这么直接，这可咋整？我赶紧打圆场，跟他解释说，王先生您瞧，彩礼这事儿吧，在很多家庭眼里那可是相当重要的，他可不完全是看外貌或者别的啥条件，更多的是代表着男方家庭对女方的一种态度，一种诚意。您说是不？可王先生压根儿就不买账，脖子一梗，接着说道，我知道传统上是有不少人拿彩礼来衡量男方的诚意，但你看看他，工作虽说还行，可年龄摆在那儿了，36岁，这青春的尾巴都快抓不住了。我身边那些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女生，颜值身材哪点不比他强？
我真不明白他凭什么开这么高的价。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：我不是说不尊重他啊，可这年头，女生也得掂量掂量自己啥条件，不能一味的狮子大开口。我听他这么一通说，心里那股气愤劲儿就噌地冒上来了。我理解他是对彩礼要求有意见，可这话说的也太伤人自尊了吧，一点情面都不留。我强压着怒火，尽量平和地跟他说：王先生，您说的吧也有几分道理，毕竟每个人的婚姻观念不一样，可能小杨对彩礼有他自己的一番理解，您消消气。我回头跟他好好沟通沟通，看看能不能调整调整。这边安抚好王先生，我赶忙又去找小杨。小杨一听王先生这话，那脸涨得通红，显然是气得不轻，直言不讳的就冲我喊：他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有房有车，工作稳定，年收入也不低，凭什么不能要求这么高的彩礼？我又不是贪财，我就是想证明他对我是不是真心的。我瞧他情绪这么激动，赶紧拉着他坐下，耐心的劝：小杨啊，我懂你，你就是想找个实心眼对你的男人，可这彩礼吧，他真不能完全等同于真心呐。有些男士一听这高额彩礼，心里就犯嘀咕，觉得自己可能没那个实力，压力山大，甚至还会误解你是不是太物质。你得好好想想，婚姻这事儿说到底，最重要的还是两个人平日里的沟通，遇到事儿能不能达成共识，携手往前走，可不是光靠彩礼就能撑起一片天的。小杨听我这么一说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最后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说：我也知道，可我都这岁数了，真的特别希望能找到一个足够爱我的男人，彩礼在我这儿就成了我能不能放心嫁给他的一个硬指标。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没办法，现实逼得我不得不谨慎。我看着他这落寞的样子，心里挺不是滋味的。确实啊，36岁了，在婚恋市场上，虽说各方面条件都不差，可这年龄有时候还真就成了一道坎儿，让他不自觉的就想多为自己的未来争取点保障。但他这高要求，实实在在的给不少男士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，让他们心里犯嘀咕，觉得自己在小杨眼里是不是就那么不值钱。接下来的几天我也没闲着，继续帮小杨安排相亲，前前后后又折腾了好几次。可每次相亲完，小杨对男方的评价都不咋高，要么嫌弃男方工作不够体面，收入没达到他的预期，要么觉得男方性格上有些小毛病，跟自己合不来，再不然就是觉得男方生活习惯不好，怕以后过日子矛盾多。反正就是总觉得男方这儿那儿都差点意思，没一个能完全入他的眼，符合他那一套严苛的标准。我这心里也着急啊，眼看着小杨一次次失望，我就想着一定要再帮他找找更合适的。这不又安排了一场相亲，男方是个名叫陈宇的医生，34岁，外表虽说普普通通，没啥特别出众的地方，但胜在职业稳定，救死扶伤的，口碑好，经济条件也挺不错，在市区有一套不大不小的房子，还有一辆代步车，没什么经济负担。刚开始见面的时候，陈宇对小杨的要求表现得还挺包容。小杨提到彩礼的事儿，他也就是微微皱了下眉，没吭声，接着还是笑眯眯地跟小杨聊工作，聊兴趣爱好，试图找到共同话题。我在一旁瞧着，心想这陈宇性格挺温和，说不定能和小杨擦出点火花来。可随着两人对话越来越深入，问题还是冒出来了。陈宇的脸色渐渐变得有些严肃，看着小杨，语重心长地说：你说的这些要求，可能在某些人眼里是合适的，但我觉得你不应该只看重物质条件。我承认彩礼在婚姻里是有它的一席之地，但绝不是全部。我相信你有很多闪光点，人也聪明能干，可婚姻不是靠彩礼来维系的，关键得看两个人能不能真心相待，相互包容，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。小杨听了这话，一下子就沉默了。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点什么反驳，可又把话咽了回去。我在旁边瞧得真切，心里明白，他这是已经开始意识到，自己之前可能真的太钻牛角尖，过于注重物质上的那些东西，却把感情里最重要的真心、责任这些层面给忽略了。从那之后，小杨像是变了个人似的，开始主动找我聊天，跟我倾诉他内心的纠结和反思。他说这些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
一直在想自己过去的相亲经历，想着那些男士对他的评价，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。他意识到自己一直在用彩礼这个数字衡量别人对他的爱，却忘了爱是没办法用金钱衡量的。真正的幸福，不在于彩礼给的有多丰厚，而在于两个人能不能心贴心，在平淡的日子里相互理解、相互支持，一起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。看着小杨一点点想通，我这心里别提多欣慰了。作为一名婚恋红娘，在这一行摸爬滚打这么久，我见过太多类似的情况。好多女性朋友，尤其是那些年纪稍大、自身条件又不错的，在选择伴侣的时候，就容易像小杨之前一样，陷入对物质条件的过度追求中。总觉得自己辛苦了这么多年，找对象一定得找个能在经济上给自己足够安全感的，却在不经意间忽略了婚姻最本真的意义。反过来呢，我也接触过不少男性朋友，他们或许没有令人啧舌的财富，没有帅气逼人的外表，但他们真诚、善良，懂得体贴人，能给女生带来那种脚踏实地、细水长流的温暖。这种爱情看似平淡，却有着无比强大的力量，能抵御生活中的各种琐碎和困难。说到底，婚姻这事儿啊，就像建房子，物质基础固然重要，但要是没有相互理解与包容这块坚固的基石，再豪华的房子也经不住岁月的侵蚀，迟早得塌。在咱们这个快节奏、人人都在追求物质享受的社会里，每个人都得时不时地停下匆忙的脚步，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，调整心态。别让那些过高的期望像一道道枷锁，把自己困在原地，阻挡了追求真爱的脚步。毕竟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，有的人觉得有钱就是幸福，有的人觉得有权才是幸福。可真正的幸福，其实就是找到那个愿意陪你一起笑、一起哭、一起走过人生每一段路的伴侣，那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。我真心希望小杨能早日找到属于他的那份幸福，也希望所有在婚恋市场上徘徊的男男女女们都能明白这个道理，抓住属于自己的爱情，开启幸福美满的新生活。